孩在签收父亲的遗物时，无意间触碰到一个隐藏的开关，好奇的他赶紧取出盒子，本以为里面会藏着什么惊天秘密，可当他打开一看，却发现里面只是父亲和他小时候的一张合影。但就在女孩失望的收起照片时，竟发现里面还有一把钥匙和一张纸条。于是他便根据纸条上的指引，来到父亲曾经居住过的庄园，接着找到父亲的纪念碑，直接按下碑文的第一个字母。当里面出现一个暗锁时，就立即将钥匙插进锁孔，果然不一会儿就打开了一间密室。劳拉本以为这是父亲的私人收藏室，可当他打开灯后却大吃一惊，只见琳琅满目的地下室里塞满了东西。房间里不仅摆着各种奇特的雕像，而且墙上还贴满了照片和资料，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根本不像个收藏室，明显是个秘密研究基地。就在劳拉一脸疑惑之时，一个录像机却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当他打开相机后，发现竟是父亲生前留下的影像。看到相机里的视频留言，顿时就解开了心中的疑惑。原来父亲为了证明异世界的存在，一直在研究和寻找关于卑弥呼的线索。而卑弥呼被称为死亡之母，传说只要触碰到他的手，不仅可以拥有无尽的财富，而且还能蛊惑世人，甚至还能控制人心。也正因如此，卑弥呼被永远封印在了血马台之岛。虽然他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并且历史也抹去了他的存在，但为了不让邪恶力量落入恶人之手，父亲毅然决然地去往了血马台。而劳拉得知了他失踪的原因后，便决定要去血马台寻找父亲。为此，他还特意买了一艘航海船，并且说服了男友阿祖一同前往。然而就在他们扬帆起航之时，殊不知危险正在步步逼近，因为血马台岛正处在魔鬼海域，而只要去到那里的船只，无一例外都会石沉大海。果然没过多久，他们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风暴。由于风浪太大，船很快就失去控制，眼看就快坚持不了多久，如果再不逃离就会葬身大海。但就在他们准备弃船之时，海浪却突然将船推向了暗礁。强烈的撞击将劳拉重重地摔在甲板上，然而还不等他站起身，紧接着一个巨浪又突袭而来，将船高高的掀起，直接撞在了巨大的礁石上。眼看海水就要将船淹没，好在劳拉反应迅速，她果断跑向了船头，纵身跳进了波涛汹涌的海里。虽然劳拉成功的逃离沉船，但紧接着又被巨浪所吞噬。幸运的是，他离岸边很近，经过一番努力的挣扎后，很快就被海浪拍上了沙滩。精疲力尽的劳拉奋力朝岸边爬去，然而就在他准备起身时，却发现几个鬼影正在向他靠近。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直接打晕了过去。等劳拉醒来，却莫名的遭到绑架，而绑架他的胡子哥正是盗墓头子。他带着一支雇佣兵组成的部队，专门在这里寻找卑弥呼的墓穴。可足足找了7年，却一无所获。直到劳拉的出现，这才知道了墓穴的具体位置，因为他发现了劳拉的笔记本。为了能够尽快找到墓穴，接着胡子哥便让劳拉带路。然而就在去往墓地的途中，劳拉却意外遇见了男友阿祖。原来阿祖逃离沉船后，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，而此时的他正在计划逃离这里，随即就给劳拉使了个眼色。接着阿祖拿起一把铁锹，直接干掉了看守的雇佣兵。在阿祖的极力掩护下，劳拉顺利地逃进了树林。可他刚没跑出去多远，却被断崖挡住了去路。眼看雇佣兵就快追来，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一棵枯树恰好横在断崖之上。劳拉根本顾不得多想，硬着头皮踏上了独木桥。结果一个踩空，不幸掉进了河里。由于双手被绳子绑住，劳拉在水里拼命挣扎，好不容易浮出了水面，却被湍急的河水带走。他本想伸手抓住岩石，可湿滑的岩壁根本无从下手。眼看前方就是断崖瀑布，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在这1米高的悬崖上，居然停着一架破败不堪的灰机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劳拉顺势抓住了鸡翅，并且凭借强大的求生欲，顺利地爬上了鸡翅膀。可常年受到河水的侵蚀，腐朽的鸡翅已经摇摇欲坠，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。好在劳拉没有丝毫犹豫，就在鸡翅崩塌的瞬间，一个冲刺抓住了鸡身。眼看记忆残骸消失在瀑布之中，劳拉顿时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她使出最后一丝力气爬进机舱，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残缺的机身就突然失去平衡，随即被湍急的河水冲下悬崖。好在劳拉反应迅速，火速磨断了手上的绳子，就在飞机坠落的那瞬间，及时抓住了机身的铁板。幸运的是，飞机卡在了悬崖之间，这才让劳拉捡回了一条小命。但不幸的是，飞机只剩下几根框架，根本无法支撑一个人的重量。还没等他起身，铁架就开始断裂。眼看飞机就快散架，劳拉却突然发现了一个跳伞包。虽然顺利的打开了降落伞，但伞上面竟全是破洞，导致下坠的速度变得飞快。
好在劳拉依靠大树的缓冲，最终成功安全的着陆。可就当他准备起身时，却发现被树枝刺穿了腹部。只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接着将尖刺抽了出来，但身体上强烈的剧痛让他直接昏死了过去。等劳拉醒来后，却发现已经到了晚上，而他似乎感觉到了危险，谁知刚准备离开，就被一个男人勒住了脖子。劳拉见状，赶紧哭哧一口，却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然而就在男人占据上风时，不料却被劳拉一石头砸晕，最终活活闷死在了泥潭里。虽然解决掉了男人，但危险依然没有解除，因为他看到不远处还有个人影。于是劳拉追着人影来到山洞，结果发现竟是失踪已久的父亲。可父亲却丝毫没有重逢的喜悦，不但迟迟不肯相认，反而还责怪劳拉不该来找他。但见到女儿身受重伤，还是帮她缝合了伤口。可到了第二天早上，父亲却又突然消失不见。原来他得知盗墓贼已经找到墓穴的入口，所以准备前去阻止他们将墓穴打开。想到父亲可能有危险，劳拉拿起地上的弓箭，立即遣返回到营地。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不仅解救了阿祖和其他奴役人员，还在危急时刻一箭救下了父亲。虽然手下直接领了盒饭，但胡子哥却一点也不慌，他直接掏枪对准了父亲，不但威胁劳拉放下武器，而且还强迫他开启墓穴的大门。而劳拉不愿再次失去父亲，只好无奈地放下了弓箭，接着按照笔记里的方法打开了封印的墓穴大门。接着在劳拉的带领下，他们很快就来到了洞底。可刚一到墓穴内，就突然刮起了一阵阴风，众人顿时感到后背发凉。但胡子哥却觉得大惊小怪，催促着众人继续往前。谁知刚走几步，劳拉就突然踩到机关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明明听到机关发出的响声，但却迟迟不见墓穴内有动静。难道是年久的机关失去了作用？就在大家感到庆幸之时，怎料下一秒，众人还在一脸懵逼，此时却突然滚出两个大圆盘，瞬间就将前后的洞口牢牢堵住。可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接着地面又开始下陷，而劳拉突然一个失足，差点就跌入万丈深渊。好在父亲及时将他拉住，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。眼看地面的砖块在迅速掉落，劳拉一个闪现来到了圆盘处，只见门上有个发光的洞口，他瞬间就意识到这应该就是控制机关的钥匙孔。而父亲见状也心领神会，立即打开墙壁的浮雕像，在里面找到一个红色钥匙。可当劳拉将钥匙放入洞口，却发现根本不起作用。本以为是钥匙的颜色不对，但所有的颜色都试了个遍，却始终无法将大门打开。好在危机关头，劳拉及时破解了谜底。接着他将蓝色和黄色的钥匙一同放入洞口，果然下一秒机关就立即停了下来。随后他们来到了墓穴的尽头，终于发现了卑弥呼的墓室。见到千年女王的棺椁，大胡子激动不已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棺盖。而棺材里出现的诡异女尸，正是传说中的女王卑弥呼。然而下一秒，原本还栩栩如生的女尸，就像受到了腐蚀一般，瞬间就化成一具干瘪的骷髅。胡子哥见状，赶紧让手下将干尸打包带走。可劳拉却觉得不对劲，他刚想上前阻止，突然原来是虚惊一场。可就在他们准备继续搬运尸体时，诡异的事情却再次发生。只见男人的手掌突然开始腐烂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瞬间就延伸到了全身，下一秒就领了盒饭。见此情景，劳拉终于明白过来，原来卑弥呼就是个病毒携带者，而大胡子就是为了得到病毒。只见他从兜里掏出一把钳子，直接剪断了尸体的一根手指，接着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袋里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劳拉收到父亲给出的暗示，迅速拿起一旁的镰刀，率先解决了一旁的雇佣兵。而几乎同一时间，父亲也捡起枪打中了胡子哥，而受伤的胡子哥也反应迅速，将手指放进口袋后，立即开枪发起反击。见对方没了动静，父亲本想上前查看，不料变异的雇佣兵却突然暴起。虽然对方很快被解决掉，但父亲还是不幸被感染。于是他让劳拉赶紧离开，而自己则准备好了炸药，打算同卑弥呼一起长眠于此。可劳拉却始终不愿丢下父亲，但为了阻止病毒泄露出去，最终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。接着赶在胡子哥过桥之前，劳拉及时将其拦了下来，并且还将梯子踹进了峡谷。眼看劳拉断了唯一的后路，气急败坏的胡子哥彻底失去了理智，随即抓起地上锋利的镰刀，对着劳拉就是一顿疯狂输出。然而就在这危急时刻，父亲似乎感应到女儿的危险，立即就拉响了手雷。随着爆炸声的响起，一股巨大的气浪瞬间袭来。就在胡子哥分神之际，劳拉趁机一脚将其干倒，接着拿出女王的手指，直接塞进了胡子哥的嘴里。还没等他来得及变异，就将其踢下了万丈深渊。而此时整个山洞也开始塌方。劳拉见状，抄起万能的镰刀，一个纵身飞越了峡谷。
好在关键时刻镰刀勾住了石缝，让命悬一线的劳拉看到了生机，凭借洪荒之力爬了上去，接着赶在墓穴坍塌之前，及时抓住了上升的绳索，顺利的逃出了洞穴。